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听书学史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瑞典的超级肥胖研究者所著的《减肥的正确答案》这本书。减肥与意志力的关系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3个部分：第一，你无法成功减肥的唯一原因；第二，终极减肥法是随心所欲的吃；第三，避免反弹的9个关键点。你无法成功减肥的唯一原因。减肥所需的只是少量运动、充足睡眠，以及想吃多少就吃多少。这本视频将彻底颠覆您对减肥的传统观念，请一定看下去。首先是第一部分，你无法成功减肥的唯一原因。减少体重并不是通过几周的饮食限制就能轻松做到的事。对于有减肥经验的人来说，大家都深知这一点。身体对减重过程总是表现出强烈的抵抗。尤其是脂肪细胞对失去储存的能量充满抗拒。减肥的失败正是由于身体的这种生理特性，而非个人的性格原因。我们每个人天生就有一种特殊的能力，储存脂肪的能力。事实上，新生儿的脂肪量在哺乳动物中是名列前茅的。从生理学角度来看，人类在储存脂肪方面非常出色。脂肪是巨大的能量来源。尤其对婴儿来说，它在生命维持方面非常重要。同时，脂肪还能帮助维持体温，保护重要的内脏器官免受外部冲击。此外，脂肪还为大量消耗能量的大脑提供能量，因此脂肪对于生命维持至关重要。身体自然会对减重产生抵抗。许多现有的减肥方法都表明，饮食限制的首要目的是减少体重。然而，大家也都知道，减肥只有长期坚持才能有效。如果中途偷懒或停止，体重就会反弹。饮食限制与身体维持生命的特性相冲突，因此坚持这种不合理的减肥方法并不容易。但如果在减肥的同时能够获得足够的饱腹感，会怎样呢？如果能在摄取必要的营养的同时，避免高 GI 食品等容易导致血糖剧烈上升的食物，我们就不必再忍受放纵欲望的压力了。也许你会惊讶于这种方式是否真的可行。本书提倡的正是这种边吃边减肥的全新减肥方法。作者从2012年开始进行了长期的研究，探索一种不反弹的减肥方法。然而实验结果却非常惨淡，所有受试者都在减肥后反弹了。通过10多年的研究，得出一个结论：传统的减肥方法其实并没有效果。多年的研究揭示了一个事实，那就是传统的减肥方法无济于事。通过这些研究，我们还发现了身体内一个巧妙的机制，用来控制体重的变化。这个机制被称为设定点，与体温、pH 值、体液平衡等维持身体平衡的机制类似。当体重下降，脂肪细胞的储能减少，脱离了设定点的适当体重时，身体就会开始产生抵抗力，力图恢复到之前的体重。这时，身体内部会激活各种抵抗力，想要让体重回到之前的状态。抵抗力一：代谢下降。开始节食时，首先会出现代谢下降，也就是说，身体的能量消耗量减少了。这也可以说是身体变得更加高效。进食时摄取能量的行为与消耗能量的行为，在身体的能量代谢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。而为了增加能量消耗，运动是必不可少的。也就是说，要抵消节食后代谢下降的影响，就需要大量的运动。抵抗力二：失去饱腹感。减重还会对我们的激素产生很大的影响。具体来说，食欲激素饥饿素的血液浓度会上升，而饱腹激素瘦素的水平则会下降，这样空腹感变得更强烈，我们便会渴望摄取高热量和高 GI 血糖生成指数食物，并且很难获得饱腹感。为了逃避这种无法避免的饥饿，我们只能通过摄取非高 GI 食品的健康食物来满足食欲。抵抗力三：脂肪细胞增多。除了代谢下降和激素变化，脂肪细胞本身也是问题之一。减肥虽然能缩小脂肪细胞的大小，但不能完全消除它们。脂肪细胞的寿命大约为10年，但它们会不断更新，
因此脂肪细胞的数量实际上是不会减少的。有研究表明，减重时脂肪细胞数量不会减少，而体重增加时新脂肪细胞会生成。这也意味着，当减肥后出现反弹时，身体会创造新的脂肪细胞。经过多次减肥和反弹，脂肪细胞的数量会越来越多。因此，那些长期减肥和反弹的人，比起体重稳定的人，脂肪细胞的数量更多。为了避免脂肪细胞的增加，我们需要避免反弹。抵抗力4：养成不易减肥的习惯。减肥的最后一大障碍是心理因素。长期养成的习惯往往会导致反弹。我们中的许多人不仅追求生理上的饱腹感，还在食物中寻求心理上的舒适感。尤其在晚上空腹时，我们往往特别渴望甜食。也就是说，我们的进食行为不仅仅是为了摄取营养或能量，还受到心理需求和激素的巨大影响。尤其是忙碌的工作、人际关系或者工作带来的压力，都会极大地影响我们的饮食行为。因此，要消除垃圾食品等坏习惯，必须解决根本原因——压力。如您所见，身体通过复杂的防御机制，试图阻止体重的下降。这些机制在卡路里限制后启动，并持续到身体恢复到设定的体重点。因此，我们迫切需要一种新的、有效的饮食方法来替代传统的节食法。接下来是第二部分，终极减肥法是随心所欲的吃。关于代谢下降，我们已经提到运动是必要的。对于饥饿感，食欲控制是关键；对于脂肪细胞增加，避免反弹至关重要。而对于不由自主进食的坏习惯，减压也是不可忽视的一部分。关于反弹的避免，由于内容较长，我们将在稍后进行讨论。首先，究极的减肥方法之一是运动。正如第一部分所学，我们的人体本身并不适合通过限制饮食来减肥，这是人类的宿命。通过简单的坚持意志并不能解决问题，唯一有效的方法可能是通过胃旁路手术切除胃部，物理性的减少食欲激素、饥饿激素的分泌。然而，这种方法存在极大的风险，除非医学上有必要，否则我们无法轻易使用。这样一来，如果饮食限制行不通，那剩下唯一可行的方法就是运动。运动是最有益健康的手段。这里所说的运动不仅仅是指跑步或马拉松，运动包括了所有的活动，从转动拇指到在湖边骑行，从日常的动作到轻松的小运动，比如散步、排定日程的网球或瑜伽等。即使是微小的动作，所有运动都会对健康产生积极的影响。当然，运动量越大，健康益处越明显，但最重要的是坚持每天进行。运动是促进能量消耗的绝佳方式，有助于身体正常运作。可以说，人体就是为运动而生的。如果没有日常运动，身体机能会迅速退化，健康状况恶化。需要注意的是，通过运动减轻体重，并不会像严格的饮食限制那样产生快速的效果。试过严格饮食限制的人可能会对短时间内的快速减重感到惊讶，但这种快速减重实际上只是预借减重，最终你会因还债而体重反弹，甚至超过原来的体重。而运动引起的体重变化则较为缓慢，但这种变化是健康的，且具有持续性。尽管运动对体重的影响微小，但它对健康的积极作用却非常显著，能够帮助我们调节饮食、睡眠等重要生活习惯。接下来究极的减肥方法之二是解压。从历史上看，正是因为我们能够承受压力，人类才能存活至今。在远古时期，祖先们在遭遇猛兽袭击时能够爬上树逃脱，正是得益于压力的作用。压力是从原始时代到现代始终存在的，且依然是我们人类的朋友。问题并不在于压力本身，而是现代人的睡眠和休息时间减少，未能充分恢复疲劳。只要适当休息，压力就能得到很大程度的缓解。你们是否听说过皮质醇这种物质？皮质醇是当我们感受到压力时产生的激素。令人担忧的是，
皮质醇的分泌会使人渴望垃圾食品，垃圾食品通常含有大量的糖、脂肪、盐等，能够刺激大脑分泌多巴胺，从而让人感觉放松，暂时缓解不适。因此，垃圾食品能够让您在压力下放松，甚至让这种需求不断增强。更糟糕的是，垃圾食品与胰岛素和皮质醇的相互作用，会让脂肪细胞积累更多脂肪，特别是腹部的脂肪。我们在压力下往往会渴望吃甜食，如果在这种时候摄入糖分，胰岛素水平会升高，皮质醇的分泌也会超出正常水平，从而促进脂肪的积累。垃圾食品还具有一种更为危险的特性，那就是成瘾性。由于垃圾食品能迅速提高大脑中的多巴胺水平，并让人感到放松，它的效果通常是短暂的。当血糖因胰岛素作用而下降时，进食这种食物的欲望又会升高，最终导致垃圾食品成瘾。我们进食并非仅仅是为了获得饱腹感或补充营养，许多人是在通过食物来缓解压力或疲劳。实际上，食物只是通过影响大脑的奖励系统，刺激化学物质的释放来帮助我们解压。研究发现，压力较大的人往往更容易吃零食。一个经典的例子是，当人们在复习考试时，总是忍不住伸手拿巧克力等零食。垃圾食品也正是所谓的安慰食品，其作用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带来短暂的舒适。要摆脱这种依赖，唯一的办法就是抗拒垃圾食品的诱惑，特别是在感到压力或一天非常疲惫之后，我们要避免进食垃圾食品。最重要的是意识到自己感到压力的事实，通过适当的运动和休息来缓解压力。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，您的身体自然会远离垃圾食品。终极减肥方法3：吃得尽情。如同在第一部分所提到的，我们人类并没有忍受饥饿的选择，即使我们忍住了，最终还是会吃得过多。既然吃是不可避免的，那么我们剩下的选择就只有吃什么了。换句话说，本书提出的新型减肥法中，只要遵循健康饮食的原则，您可以尽情吃您喜欢的食物。本书提出的饮食原则有以下3点：吃真正的食物，在饥饿时吃到饱，多吃植物性食品。第2点，在饥饿时吃到饱，看起来是常识，但我们中的很多人其实做不到。在今天这个吃得过多的时代，我们常常不是因为饥饿而吃东西，即使早晨吃得饱饱的，到午餐时间，虽然不饿，我们也会因为休息时间到了而吃午餐。为了熬过辛苦的加班，手边常常会有自己并不需要的小零食。重要的是要倾听自己的胃部，只在真正需要吃东西的时候才吃。第3点，植物性食品在所有健康书籍中都有提到，所以我不再赘述。大家可以增加水果、蔬菜、坚果、豆类、全麦等食物的摄入。问题在于第1点，真正的食物。今天市面上充斥着各种食品，因此辨别真正的食物需要正确的指引和知识。为了帮助大家辨认真正的食物，下面提供4个提示。提示1：怀疑那些醒目的包装。大多数健康食品并不会装在华丽的包装中，没有增加纤维、糖分减少30%或者零胆固醇这样的宣传语。看看水果、蔬菜、燕麦片、鱼、鸡蛋、扁豆、绿豆等新鲜食材，它们的包装上哪里写着0卡路里呢？提示2：阅读成分表。看似相同的2种产品，往往有很大差别。例如，花生酱本应只由花生和少量盐制成，但有时候为了填满瓶子，商家会加入氢化植物油和糖。提示3：更多自己在家做饭。做饭能让您清楚地知道食物里有哪些成分。如果您时间不多，或者烹饪经验不丰富，也可以从简单的菜肴开始，不一定非得做复杂的料理。尝试从简单的准备和少量的材料开始，逐渐挑战更复杂的菜肴。提示4：与他人一起进餐。人类是社会性的生物，与重要的人共享一顿饭非常重要。我们并不是那种能一个人坐在电脑前吃披萨的人。与人一起享用的愉快餐食，即便是简单的菜肴，
也能更加美味，富有刺激感。请牢记以上4个提示，去选择真正的食物吧。接下来是第3部分，避免反弹的9个要点。在第2部分的方法实践之后，你们应该已经迈出了健康减肥的第1步。然而，不能掉以轻心，减肥没有所谓的完成或成功。减肥是一个需要终生坚持的过程，不是为了朝着目标体重一往无前的冲刺，而是要慢慢走。重要的是持续下去。为了避免快速的体重反弹，需要谨慎而缓慢的推进。在本书的最后部分，我将总结不反弹并继续减肥的9个要点。要点1：重新认识体重。减肥的真正目标是获得健康的身心，减轻体重是您通过健康饮食、运动和生活习惯调整所得到的奖励。体重减轻只是减肥过程中的一部分，并非最终目的。要点2：逐步开始运动。对于那些以前完全没有运动的人，应该问问自己，为什么以前没有开始运动？肯定有某种原因。对不喜欢运动的人来说，开始运动可能会非常痛苦，但不需要急于求成，可以一步步慢慢适应运动。要点3：做好觉悟。如果您曾经减肥失败，或者这是您第1次尝试减肥，您可能会感到很不安。不要为过去的后悔或未来的担忧所困扰，做好觉悟，迈出新的步伐。要点4：选择可以长期坚持的方式。减肥方法必须是能够在长期和终生中无压力的持续进行的，否则您减掉的体重会很快反弹。即使您在动力低、感到无聊或困难时，也能够坚持下去吗？动力就像是一时的恋人，不会长久。重要的是，即使失去动力，也能坚持下去，培养稳定的减肥习惯。要点5：锻炼恢复力。每个人都天生具备面对困难时能够恢复的能力，但如果从未使用过，也不知道如何使用这种能力，就无法锻炼出来。那么，如何提高恢复力呢？心理学家把恢复力分为5个要素：自尊、乐观、人际关系、适应能力和身体健康。当这些要素齐全时，您就能够巧妙地保持身心的健康和良好的平衡。要点6：简单的方式才是正确的。过于严格的规则会给您带来极大的精神压力，尤其是像饮食这样的日常行为，强加束缚会成为巨大的压力。最重要的是，享受您做的事情，觉得有趣而愉快，这就是减肥长久坚持的关键。作者提到，简单的方式才是正确的，不必强迫自己做不喜欢的事，而是根据身体的信号调整状态。不依赖严格的规则或过度控制。要点7：运动是世界上最好的放松。运动对生活的好处可以总结为3点：1、长期的健康益处；2、健康的体魄；3、提高生活质量。运动是支持健康的基石，而其中的关键在于您自己，不必过于强调运动量，每天30分钟的运动就足够了。对于那些一整天都坐着的人，哪怕开始少量的运动，其健康效果也会很明显。要点8：找到新的能量源。食物是能量的来源，因此在改变饮食习惯时，最好同时找到其他的能量来源。什么事情能为您提供能量呢？户外活动可能是一个选择，与朋友和亲人在一起的时间也能带来能量。如果可能的话，不仅仅是相处，还可以做一些像散步之类的活动。音乐、艺术和创造性活动也能补充能量，冥想和瑜伽也能有效地带来新的能量。要点9：每个人的设定点不同，在考虑饮食和运动习惯时，以身体的喜好为标准，而不仅仅是为了遵守某些外部要求。同时，也要关注影响心态稳定的因素，尤其是压力管理。压力管理有助于建立健康的生活习惯。如果您能有效管理压力，并逐渐在不特别努力的情况下维持健康的生活习惯，体重将自然达到平衡。最终，你会找到一个健康的设定点。这个设定点可能不是标准体重，但你也会感到舒适。每个人的设定点不同，不能过于纠结于目标体重或理想身形。最重要的是保持精神上的稳定，
找到适合自己的节奏和方式，才能在健康和幸福之间找到平衡。最后，我想通知大家一下，我们还有一个新频道——学识 Plus。该频道将每天提供更为精简的视频内容，并增加有关论文等相关有益知识的解说。如果您感兴趣的话，请通过概要栏中的链接进行查看并订阅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